一个贫穷的国家就代表它的政权容易被撼动吗？美国 CIA 当时认为答案大概是肯定的，但现实很快告诉他，你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1949年，他盯上了阿尔巴尼亚。这个国家不大，经济困难，外交孤立，海外还有一群流亡者拍着胸口保证，国内到处都是自己人，只等我们回去带头。华盛顿一听，觉得有搞头，于是秘密训练了几批人，配上电台和武器，再偷偷送回国内。结果送一批消失一批。1948年，苏联与南斯拉夫闹翻，阿尔巴尼亚选择站在苏联一边，随后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。在英美看来，这意味着阿尔巴尼亚突然失去了一个重要邻国支持，外交上更加孤立，国家又小，经济又差，海外还有一群流亡者不断表示，国内有很多人反对霍查，只缺一个带头的机会。所有条件拼在一起，结论似乎非常清楚，这是一块已经松动的砖，只需要轻轻推一下。问题是，流亡者说国内很多人支持我们，并不代表他们真的说。这些人离开故乡多年，对国内情况的了解，一部分来自消息，另一部分来自于幻想。于是 CIA 开始将这批流亡者秘密训练，凑成了一个自由阿尔巴尼亚委员会，训练他们使用电台、密码和秘密联络方法，再教他们如何在山里生存，避开巡逻，寻找接应者。整套计划分4步：秘密潜入，联系旧识，建立电台，传回情报，寻找不满者，组成地下网络。等力量扩大，再推动局势变化。听起来很合理。阿尔巴尼亚人回到阿尔巴尼亚，英美不用公开出现，成功了可以庆祝，失败了也方便表示这完全是当地人的个人选择。计划唯一缺少的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小细节，国内究竟有没有人等着他们？很快，第一批人员准备出发，他们带着电台、密码和几个接头人的名字，趁夜接近阿尔巴尼亚海岸。1949年10月3日夜，一艘名叫风暴海洋号的帆船停在阿尔巴尼亚海岸附近。从外面看，它像普通游艇，实际上船上装的是英美情报部门的第一批试验品。这些流亡者分组上岸，任务不是立即改变整个国家，而是找到旧关系，建立联络，再确认国内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地下力量。第一批人员进入山区后，事情很快不对劲，部分人员遭到安全力量追踪，队伍被打散，幸存者只能设法撤向希腊。张所谓遍布全国的地下网络并没有立刻出现，阿尔巴尼亚的边境和内部监控倒是挺准时。按理说，行动到这里应该暂停，重新确认情报，检查流亡者提供的消息，再判断国内是否真的具备行动条件。但英美方面得出的结论是，可能是路线不好，训练不够，接应出了问题。于是新的人员开始训练，新的路线开始设计。英美还在海岸、设备和接头人中寻找漏洞，却没有发现真正的漏洞可能根本不在阿尔巴尼亚。1949年的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刚从战争里走出来的新国家，霍查领导的劳动党控制政府，其他政治力量逐渐退出舞台。这个国家确实很穷，但霍查政府本身就是靠地下组织上台的，所以非常懂如何去摁熄火所有的地下组织。而部分潜入人员被发现后，阿尔巴尼亚安全部门没有急着让他们消失，他们看中了这些人携带的电台。阿尔巴尼亚安全部门在苏联人员协助下，利用被控制的通讯渠道，继续向设在意大利的联络中心发送消息，内容大致是：人员已经落地，地下网络正在发展，请继续派人，最好再送一些电台、武器和物资。CIA 收到消息，以为行动终于打开了局面，于是飞机继续投送，人员继续进入，物资也按照电报指定的位置送了过去。1953年末， CIA 还在等待前方的好消息，等来的却是阿尔巴尼亚国家广播电台。广播公开宣布，哈米特·马特亚尼等潜入人员已经被捕。CIA 这才明白，电台另一端那个不断汇报行动顺利的人，早就不是自己人了。1954年4月，阿尔巴尼亚举行公开审判，法庭摆出了电台、武器、文件和美元，也公开了潜入人员接受训练、秘密入境以及与境外联络的过程。这是一次准备了很久的宣传发布会，主题只有一句：英美坏得很，让全世界务必小心。公开审判之后，英美并没有马上宣布行动失败。最初英美设想的是把阿尔巴尼亚从苏联阵营中撬出来，可随着人员暴露，国内网络迟迟建不起来，这个目标悄悄缩水了。改变国家逐渐变成搜集情报、维持流亡组织、投放宣传，再给霍查政府制造一点麻烦。CIA 的这次行动基本可以说是失败告终。前期的美国中情局所使用的手段可以说是最低级、成本最大的方式，通过培养流亡人员，然后通过宣传手段去搞乱一个国家。但随着他们不断的升级技术，他们的手段慢慢逐步升级为文化渗透，甚至是去寻找一个国家已经存在的力量，如军政人物、商界精英、媒体等，再用资金、宣传、经济压力和政治联络，把这些力量慢慢拧到同一个方向。下一期我们共同了解 CIA 如何把伊朗渗透成筛子的。